为政者常自以为是社会中的特殊角色，而依一己的心意擅自厘定出种种标准，肆意作为，强意推行。掌权的人如果都能无为、好静、无欲，那么人类的和平就可指望了。治大国若烹小鲜，以道立天下，其鬼不神。非其鬼不神，其神不伤人；非其神不伤人，圣人亦不伤人。夫两不相伤，故得交归焉。治理大国就好像煎小鱼一样，不能经常翻动，翻动的太多，小鱼就散了。用清净无为的道理治理天下，天神人鬼都能各安其位，所以鬼不会伤害人，神不会伤害人，圣人也不会伤害人。在上的国君和在下的人民互相都不伤害，于是就天下太平了。为政之要在安静无扰，若能清静无为，则人人便可各随其生而相安无事。江海之所以能为百谷王者，以其善下之，故能为百谷王。是以圣人欲上民，必以言下之；欲先民，必以身后之。是以圣人处上而民不重，处前而民不害。是以天下乐推而不厌，以其不争，故天下莫能与之争。江河所以能成为百川之王，使所有的河流奔注，是因为他善于自处低下的地位。所以圣人要作为人民的领导，必须对他们谦下；要为人民的表率，必须把自己的利益放在他们的后面。所以圣人居于上位，而人民不感到负累；居于前面，而人民不感到受害。所以人民乐于拥戴而不厌弃。因为他不跟人争，所以天下没有人能和他争。统治者权势在握，一旦肆意妄作，人民就不堪其累了。因此应尽量避免带给人民负担与累害。善为事者不武，善战者不怒，善胜敌者不语，善用人者为之下，是谓不争之德，是谓用人之力，是谓配天古之极也。善作将帅的不逞勇武，善于作战的不轻易激怒，善于战胜敌人的不用对斗，善于用人的对人谦下。这不武不怒，就是不和人争胜斗气的道德。如果能做到这些，便是符合自然的道理。武怒是侵略的行为，不武不怒，不逞强，不暴力，最合于自然的道理。知不知上，不知之病。夫为病病，是以不病；是以圣人不病，以其病病，是以不病。能知道自己有所不知，这是最高明的。抱歉，这方面的知识我不懂。不知道却自以为知道，这就是缺点。我告诉你吧，我什么都懂，无论是琴棋书画，无一不精，无一不晓。其实你只知一点皮毛啊。圣人厌恶这个缺点，所以没有这个缺点。有的人只看到事物的表层，一知半解，就以为自己都懂了。知道自己愚蠢的是智者，不知道自己愚蠢才是真正的愚蠢。勇于敢则杀，勇于不敢则活。此两者或利或害，天之所恶，孰知其故？是以圣人犹难之。天之道，不争而善胜，不言而善应，不招而自来，坦然而善谋。天网恢恢，疏而不失。勇于表现刚强，就会送命；勇于表现柔弱，反而生存。这两种同样是勇于敢，但是勇于柔弱就有利，勇于刚强就有害。天为什么厌恶勇于敢呢？有谁知道是什么原因呢？自然的规律是不争嚷而善于得胜，不说话而善于回应，不召唤而万物自然归附，
宽广坦荡而善于筹策。自然的范围广大无边，像一张大网一样，笼罩的范围无所不包。它虽稀疏，却从来没有一点漏失。自然的规律是柔弱不争的，人类的行为应效法自然的规律，而勿借刚强好斗。人之生也柔弱，其死也坚强；草木之生也柔脆，其死也枯槁。故坚强者死之徒，柔弱者生之徒。是以兵强则灭，木强则折，强大处下，柔弱处上。老子从人类和草木的生存现象中，说明了有生命的东西都是柔弱的，而死亡的东西都是坚硬的。老子从万物活动所观察到的物理状况而断言：坚强者死之徒，柔弱者生之徒。老子的结论也蕴含了坚强的事物已失去生机，柔弱的东西却充满生气。这些是从事物的内在发展状况来说明的。如果从它们外在表现上来说，坚强者所以属于死之徒，因为它显露突出，所以当外力冲击时就会首当其冲，外露容易招人妒忌而受到冲击。就正如高大的树木容易遭人砍伐，人为的祸患也一样，自然的灾难亦莫过于此。狂风吹来，高大的树木往往会被吹倒，而小草由于它柔软，却可以迎风招展。人活着的时候身体是柔软的，死了以后就变得僵硬了。草木生长的时候是柔软的，死了的时候就干枯了。所以坚强的东西属于死亡的一类，而柔弱的东西则属于生存的一类。因此，用兵逞强就会遭受灭亡。而树木强大，就会遭受砍伐。凡是强大的反而居于下位，凡是柔弱的反而站在上面。狂风吹过，小草由于它的柔弱，反而可以迎风招展；高大的树木往往被摧折。柔弱胜刚是明显的道理。天下莫柔弱于水，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，以其无以易之。弱之胜强，柔之胜刚，天下莫不知，莫能行。是以圣人云：受国之垢，是为社稷主；受国不祥，是为天下王。正言若反。世间没有比水更柔弱的，可是它却有攻坚克强的能力。弱胜过强，柔胜过刚，天下没有人不知道，但是没有人能实行。因此，圣人说，承担全国的屈辱，才配称国家的君主；承担全国的祸难，才配做天下的君王。水性柔弱而无坚不摧，无强不克；柔弱却含有无比坚韧不克的性格，而胜过刚强。何大怨必有余怨，安可以为善？是以圣人执左契而不责于人，有德思弃，无德思彻。天道无亲，常与善人。是你不对，你不对。你们别再争执了。重大的仇怨纵使调解了，也有余怨，这怎么能算妥善的办法呢？因此，圣人保存戒具，只给予而不向人索取偿还。有德的人对待人，就像持有戒具的人那样，只给予人而不向人索取。无德的人对待人，就像税吏，只向人索取而不给人家。天道是无所偏私的，经常帮助好人。为政者不可蓄怨于民，用税赋来榨取百姓，用行政来钳制大家。理想的政治是以德化民，辅助人民。
给予而不索取，绝不骚扰百姓。事实上，除了汉代以外，唐宋时期的君主也推崇老子。例如，唐代的高祖李渊便尊奉李耳为李氏的祖宗，并以老子庙为家庙。此外，当时更兴建太清宫和洞清宫做祭祀用途。后来，这北宋时的真宗也扩建上述2座庙宇，可见历代不少君王都十分尊崇老子。信言不美，美言不信；善者不辩，辩者不善；知者不博，博者不知。圣人不积，既以为人以育有，既以与人以育多。天之道，利而不害；圣人之道，为而不争。本章的格言可作为人类行为的最高准则。前面3句格言在于提示人要信实、纳言、专精，后面4句在于勉励人要利民而不争。真实的话不好听，好听的话不真实，行为良善的人不巧辩，巧辩的人不良善。真正了解的人晓得宇宙间的大道就在自己心中，不必广博。知识广博的人未必对大道有真知。圣人没有私心，什么都无所保留，他尽量帮助别人，自己反而更充足。倾其所有给予别人，自己反而更富有。天道无私，只有利于万物，而不会对万物造成伤害。圣人顺天道而行，只是贡献施予，而不和人家争夺。圣人能效法利而不害的天道，而表现为而不争，结果天下莫能与之争，施者比受者有福。能不和人争夺功名的精神，就是一种伟大的道德行为。道是老子哲学上的一个中心观念，在《道德经》中含有几种意义，构成世界的实体，创造宇宙的动力，促使万物运动的规律，作为人类行为的准则。本章所说的道，是指一切的本源，是自然界中最初的发动者，它具有无限的潜在力和创造力。天地间万物蓬勃的生长，都是道的潜藏力不断创发的一种表现。道可道，非常道。道德经第1章。道这个字在《道德经》上前后出现了73次。这73个道字，符号形式虽然一样，但是意义内容却不尽相同。从前有个瞎子，他从来没见过太阳。老兄，请问你太阳究竟是什么样子啊？这个太阳嘛，它是圆圆的。太阳的样子呢，就像这个铜盘一样的。这时候，他听到远处的钟声。老兄啊，那边传来的声音，好像你刚才敲的声音一样，是不是太阳的声音呢？太阳有光，就像这样。哦，太阳的形状是这样的。谢谢。
这根也是太阳吗？苏东坡约喻说，语言是无法表达一切的道理，了解道的人无法将道很明了地向不了解道的人说明白，就像明眼人无法跟瞎子解